嗨，大家好，我开灯。第一期啊，讲了个段子，都看了吧？那出门不太方便嘛，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，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，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。我最近半年啊，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，始料未及，真的是啊。代偿，听过这个词吗？简单解释一下，就是你五官有一关变差之后，其他四关都会变强，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关，官官相护就是。鼻子说你闭眼，让老子助你一臂之力。它变好之后呢，就带来一些问题，出门啊就太敏感了。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，那种抽烟的，一身烟味儿，他不觉得自己臭，我就很折磨啊，所以。我觉得高铁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划一片吸烟区出来，啊，肯定不能吸啊！你想得美，吸的人坐一块儿，啊，互相伤害，你别出来害别人，是吧？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，啊，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，旁边坐了个抽华子，他说，上流的味道，或者插花的坐也可以，吸烟的，狐臭的。啊，6天没洗澡的，中午吃大葱的，你们互相伤害，别出来害别人，是吧？你要觉得你旁边人臭的话，你先别发作，你反思一下，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？啊，这个事情就，怎么说呢？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，就他臭不死人，哇，真的是，最讨厌是烟味儿，一是臭，二有毒，三它还粘人。你发现没有？粘在衣服上咋都去不掉。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，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。你只要进去再出来，再快都没用，一身烟味。博尔特来了也没用，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。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。啊，随便来个螃蟹，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，1秒钟之后你捞出来，它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。我过去3年啊，就上厕过一次，对吧？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，因为老要排队嘛，根本进不去，是吧？就唯一一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，在女厕所。完了，我讲乱了，我把底线讲出来了，假装没有发生过。唯一一次上在女厕所，不是故意进去的，真没认出来。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了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，哇，显得他们花钱了、设计了啊。那个这么一比就是个女厕所了。你要这么一比的话，你都多余花这个钱，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，也是一样的。找德伦草书，别说花钱，他给你钱，他能是吧？形象一点的也有，应该都见过。烟斗、高跟鞋见过对吧？你说你要画烟斗，我不就明白了吗？女生去左边，福尔摩斯去右边，是吧？然后就上错过一次，啊！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了，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，就听见2个高跟鞋走进来了。说完了，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，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，就思考一个问题：怎么能活着走出去？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？就是走出去的。有一个爆炸头，戴个墨镜，跟大妈一模一样。走出去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。怎么走出去？你走出去就好了呀，对不对？道理每个人都懂，但很难做到啊，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。我后来，找到了一个好地方。母婴室，也是误入啊！那天见了鬼了，男厕所也排队，千年等一回算是啊，我等不及了，我有点拉肚子，我灵机一动，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，没毛病吧，对吧？进去门一关，一回头，就一个桌子，在这儿就可以吗？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！不
华豪杰也是人，到门口把门一开，门上画了个奶瓶。母婴室啊，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，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儿，能理解吧？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。见过妇婴室吗？很少吧，对不对？想过没有为什么？父亲不太管孩子，父亲自己都管不住，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。哎，那妇婴室真开了咋办？谁照顾谁呀，对吧？自己还是个婴儿呢。哎，你一鼓掌我就忘词了，你说咋办？节奏挺好的本来。自己还是个婴儿呢。好，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。我问过很多朋友，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？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，我都恨不得那几分钟没有呼吸了。你怎么做到在里面享受？我说你要这么吸的话，是不是嫌烟太淡了呀？混着抽劲儿大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哎，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，一模一样。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，这两个动作已经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了。要是不吸一点的话，完全出不来。我说是通的吗？难道啊？你听多么荒谬！条件反射，那你在外面吸的时候咋办呢？难怪餐厅都禁烟呢，我心想，是吧？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，走错过，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，我后来就无比注意，因为那次一出来发现是母婴室，我赶紧回头走吧，走不掉了。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，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。幸亏我脑子快，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，但是化解了尴尬。我说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去哪儿了？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，谁给我儿子抱走了？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，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， 提前3轮开始谋划我这个眼睛全长到心里去了。但是第一轮播完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因为播完了嘛，有一天反馈，有个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。哎，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，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。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，我就说那个我爸呢？我爸去哪儿了呀？说好了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，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，肯定又躲哪儿抽烟去了。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。谢谢大家，我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乐。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？一会儿打仗，一会儿贸易战。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，有点磨损了，想买一副新的，碰上了加关税，没舍得买。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了。小某书也看不懂，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，不太像真的生活。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，你懂吗？我是不会被荼毒的，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，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， 刷起来也费劲，得配合着读屏软件。碰到字儿，他就给你念出来；碰到图片，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，戳穿了一切。刷到过那种文案吗？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，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。读到本质了，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。
啊，非常无情啊，没有 IP， 没有品牌故事。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，拉布布叫呲牙兔，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。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，你才看得见。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，我告诉你们。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？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，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，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，一进电梯就来了。找工作跟老板谈，跟老板谈，跟老板谈。牙线是谁的妈妈？谁的妈妈？谁的妈妈？摔跤，摔跤，老摔跤，孩子走路老不稳，太难，那稳稳鞋。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，我一出门就是摔跤，摔跤，摔跤。我一到家还是摔跤，摔跤，摔。我心想，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？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？孩子摔跤老不好，多半问题在小脑。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。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，我爱你呀，你爱我。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。我在那洗碗呢，洗着好好的，突然就来了，我爱你呀，你爱我。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。你洗个碗，你乐啥呢？你乐是吧？你爱吗？你爱洗碗吗？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？你不就是？就那么几首儿歌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但真的听得进去。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，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，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。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，先下后上，先下后上，别插队，别插队。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。哎，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，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，你唱你的歌就完了。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没人管。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，过年外卖都点不着，只能自己做饭，吃完收拾在那洗碗。洗着洗着他就来了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原生家庭可以不要，思想钢印你抹不掉，是吧？信息太爆炸了，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。不用听废话，是吧？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。怎么了？盲人不能观察啊？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。但凡有效的信息，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。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？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，从中国到世界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，东航伴你筑梦起航，共赴美好。这段话就没有手语。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，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，嘎嘎嘎，他也知道什么重要。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，就聋人。一看见出来比划了，哎呦，保命的知识来了。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，你们根本不知道。哇，真要出事了，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，要死了怎么办呢？啊妈，写遗书吧，对吧？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，在那唱歌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只有2个聋人，无比镇定，一声不吭在那聊天。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，你不要紧张，刚才片子我看了，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，你跟我走。但只有2个，不要声张。
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。聋人只听干货，普通人玩手机，我就坐那硬听。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。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，不用看，不会死人的。钉钉飞书不用看，不会死人的。刚才这句就是干货。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，你们看吧。哎，我怎么说呢？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，是吧？我喜欢直接的。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，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：打车打车，出租车正规出租车，打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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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国80多个城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宁波。黑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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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我第一次碰到，真的大为震撼。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，跟他走。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？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？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，真诚。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，对吧？别那个什么，我爱你，什么甜蜜蜜，你就说柠檬水4块。如果你要隔夜的话，只要3块。哎，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？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。个体户不叫个体户，叫主理人。人来疯不叫人来疯，叫 ESGP。啊，也有叫邓超的了，是吧？还有那些喜剧综艺，嘴上说是要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，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。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，它就是广告。啊，被资本做局了，朋友们。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，就混口饭吃啊？哇，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，就是混饭的艺术。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，是吧？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，要表达，要好笑，要观点，要输出。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，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。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，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，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。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。我说啊，我干了4年了，越来越看不懂了，什么是脱口秀？什么是脱口秀？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。读屏软件说，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。哎，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，这个世界他最懂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今天讲什么东西，你们很快就会忘记。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？那关了吧，看见是吧？哎，朋友们，遇到过那种情况吗？坐高铁，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，挺常见的，对不对？我遇到过一次，啊，不给残疾人让座，跟残疾人抢座，是吧？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买票选 A、B、C、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，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。是否接受？见过吗？没有也没有关系。以后办了残疾证，自动就会弹出来啊！不要着急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啊。第一次看见的时候，我还挺感动的，人文关怀嘛，对不对？接不接受？肯定接受啊！有便宜不占，王八蛋也都。点完接受，他开始转圈加载，转了半分钟，说卖完了。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，祝您旅途愉快。谁还能愉快？你没问我之前，刚才老子挺愉快的。我说天儿不错，出去溜达一下。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，小伙子，我说咋了？
他没事，哥提醒一下你残疾，拜拜，生活愉快。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？没有，活不到成年。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，是吧？跑到你跟前都是，巧克力吃不吃？巧克力，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，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，要吃吗？要吃，让你爸出国买。巧克力叫 chocolate，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？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，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，不用出国，想喝哪儿都能买到。你就说你想不想吧？你肯定想，赶紧去买，别等了，视频暂停一下，现在就去，我等你啊。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，就是一张普通的票，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。我是 D 嘛，那人坐在上面，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刚想张嘴问他先发制人，他说你坐那个 C， 就那个笃定啊，那个不容置疑，你坐那个 C，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，他是。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？对不对？你跟我商量一下，不用真商量，有那个意思，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。你能做那个 C 吗，小伙子？能。你做那个 C 就不能了。但这都是事后复盘。就电光火石那一瞬间，脑子根本转不过来，是吧？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。你做那个 C， 我说好。一坐下就反应过来，说啊，凭什么听他的呢？对不对？气了一天，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，是吧？到晚上约朋友吃饭，到吃饭反应过来了，我说我可以蒙他呀，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，disabled。他就应该坐在地上呀。哦，下次再遇到这种，我就跟他掰头，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，我就要做我的 D。D 是残疾人缩写，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。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？我那朋友说，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？次安残，你做个 C 没问题。我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，是吧？我说照你这逻辑，我做 B 也可以啊 ，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。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，我说 A 怎么也能做？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，残疾人来坐。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，就是16节车厢，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，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。那个地方确实宽敞，第一排你发现没有？也很好找，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。一个坐轮椅的，对不对？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，咔咔咔一进来一看，什么意思？跟箱子挤一挤啊，让残疾人看行李。不怕他偷啊，确实是吧？他偷了他拿不走啊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，能理解吗？行动不便，一进来就到了，这个确实很合理。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，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，5、6年了，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。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，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，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。有你再出来卖啊，对不对？没了，小嘴巴就闭起来，是吧？你说微信群里面的红包抢完了，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？点击详情，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？我没抢到，我就不想知道了，对吧？体验很差，真的啊！祝你旅途愉快。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。祝你旅途愉快，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，他不在乎，我就去投诉了。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，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。
没有办法了，是吧？事儿很小，但是，确实体验很差。我确实没什么办法，我就讲个段子，就当笑话这么一讲，你们就听，对不对？但是产品经理，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，你走走心好不好？你当个事儿办，对，能不能改？能，肯定能改。你现在就去改，别看了，视频暂停一会儿。你不改，我会一直盯着你。黑灯 is watching you。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我有点上当了。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，付航的稿子一般，残疾人都骗哈。最近啊，也在巡演，全国各地到处走，一个人就可以，带个箱子，装衣服是其次，主要是探路，能理解吗？就把它推在前面，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，哎呦，小心有东西啊！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嘛，你先去死吧。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，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。只能侧着推，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？对不对？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，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，疼痛让人思考。我从那天开始想，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，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？婴儿车。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，你要推个空车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？对吧？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，不行，更变态。还是买了一个啊，刚需是吧？你得用啊，对吧？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，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，觉得有病啊什么的，不会的，人家觉得很正常，这有啥的？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。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。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，当时还接了个活儿，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，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。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。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？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。我说愿意 ，OK，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。这个活儿太好了，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。想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都动了邪念了。我说黑灯大胆一点，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？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？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。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啊，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啊，边界在哪里啊？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，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，不对，捯饬啥呀？没人看你呀。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，不穿都合适。那个老师约好了，说到校门口来接我，华东师范大学。一到校门口，是吧？没人，我们残疾人也骗，是吧？打电话，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？我说我在左边。他说那你到右边来，我在右边等你。我就有点生气了，你知道我是盲人，你不来找我，你让我去，我没有发作，强忍着怒火，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。到右边发现要死了，他也是个盲人。是我想当然了，他比我还严重一些，我还能看到一点，他一点都看不见，对吧？但是他有个盲杖，就自己这么敲，一边敲，哒哒哒哒哒，走得飞快。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？你就那么忙啊你？他真的，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。盲人博尔特，还没穿丝袜那种。
但是怎么说呢？华师大上课嘛，老师怕他出事儿什么的，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。画蛇添足，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，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。如果没有他就我俩一碰面，他说：“哎，黑灯老师，我也不装了，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。”其实老子会飞。江南七怪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，是吧？到了教室之后，有20多个学生，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，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，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，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，就贴得很近，写得很慢，啊，也很厉害。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，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，是吧？600多分，200分是闻出来的。啊，学数学、学法学，什么专业都有。另外一种呢，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，没什么视力了。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。就2种，第一种是按摩推拿，没想到吧？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过去一摸，椎间盘突出。你说你要按摩推拿，你上大学干啥？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，你推7年了，推成大拿了都已经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，学校很好，中央音乐学院，啊，音乐表演专业啊 ，Excel 表格很窄，音乐表都没写完整。我好奇是什么表，一拉开二胡。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，我都扇自己。我说你刚才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，他就大概想一想，一个人瞎了能干啥？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：推拿、算命、拉二胡。啊，不是没有思考，对吧？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，你来学，对不对？推拿、二胡，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，大哥？他们完全不了解，是吧？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，啊，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有一次讲到这儿，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，他说：“那我们学的专业，我们也不喜欢。”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，我太狭隘了。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，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。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？人家只会告诉你，你该咋，对不对？你好好学习，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，是吧？从小就要学，是吧？什么算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，你想不想？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走错了。那真是个噩耗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。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。我说我分享就到这儿吧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。我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是一个盲人啊，你们能理解这种状态吗？盲人能看到一点点是个什么状态？就是出门问题不是太大，但是能办到残疾证，就瞎的刚刚好，理解吗？然后其实是小时候是可以的，到大学毕业那一年啊，视力从0.6掉到0.2，就1年时间，歘那么一下就掉下来了，降得太快了，不太能接受，有那种病耻感。你们听过这个词吗？就觉得生病很羞耻，就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有病，就在那演了好多年。后来回想起来就发现愚蠢，都看出来了。
大概还能看到一些轮廓，像那个电梯按钮是能看到的，上面的字看不清楚，要看清楚要凑很近，要这么看。所以那会儿坐电梯是个什么状态呢？就电梯来了，门一开，里面如果没人的话，我就自己找。我说6楼，6楼，6楼，有人在里面你就不可能这么找了，对吧？有点变态了，对吧？有人怎么办呢？换个策略，赌一把。就赌这么多人里面，至少有1个人会和我同一层下。那个电梯越升越高，赌注越加越大。有好几回一直坐到了顶楼，就我和另外一个女生。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电梯里恐怖的氛围。人女生坐的电梯好好的，进门一开，进来个男的往她旁边一站，啊，也没有去按那个按钮，就往那一站，戴个墨镜，弄个爆炸头，就往那一站，手机都不玩。一直坐到顶楼，门开的一瞬间，人姑娘是发射出去了。等到他门关起来之后，我说6楼，6楼，6楼，愚蠢啊！监控都给你拍进去了，人家拿这个录像去报警，一抓一个准。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瞎了，演个变态。到0点2之后呢，降的就很慢了。今天跟昨天没有区别。跟1个月前可能也没有区别，但你知道它在下降，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东西看不到了。隔了半年去广州，发现那个广州塔看不到。你站这个珠江斜对面，人一下就崩溃了，说怎么广州塔看不到？旁边一个大爷说今天没开灯。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出来弄你一下，你就崩溃了。你以为越过这个山丘就好了？不会的，越过山丘还是山丘，一丘接一丘，人生短短，到底几个丘？但从这个情绪里面走出来之后，你才发现那些没有杀死你的，真的会让你歇2天再来杀你。一上高铁，发现座位号看不见了，就那个数字看不清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就在那想。今天演个啥呢？演一个无座。演技也很拙劣，因为车厢里到处都是空座。我就拖着我的行李箱站在2节车厢连接处，心想是赶紧到站吧，我不想坐了，赶紧让我走。越想走越走不掉，因为都是空座，你站那就已经很可疑了。路过一个列车员就要查我的票，路过卖盒饭的都要查我的票，是吧？把票给他一看，他说你还有2个多小时呢，你站着干啥？我说要你管，老子抽根烟。哇，他说500到2000。然后慢慢摸索之后呢，时间长了之后也学会坐高铁了，现在很优雅，我都不排队，跟在最后。进去之后手机掏出来，照着行李架的方向大概拍一张，然后放大了看，1或者是15。然后2、3、4这么数过去就好了啊，学会了吗？这里一个知识点，重点记一下哈，只能从车尾方向那个门进去，不能从车头方向那个门进去一拍，一车人盯着你看，土鳖没坐过高铁。这都是后来发现的，不用装，因为你装着装着就把自己装进去了，哇，又麻烦别人又麻烦自己。你不装的话，只麻烦别人就好了呀。跟人家求助嘛，你看现在坐电梯啊，我就跟人家求助。有人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他按完按钮大概就靠那门边站着，你跟他说就好了。你说不好意思，我看不太清楚，帮我按一下6楼，谢谢。后来看不清楚我都不说了，我说6楼。因为大多数人啊，听你说看不清楚，他第一个反应啊，说那墨镜倒是摘了呀。我讲这个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登。今天讲一讲这个疾病哈。我这个眼睛是得了一种罕见病啊，叫青少年黄斑变性。这也是我来讲脱口秀最初的初衷，就是想找找我的病友，然后上了一个脱口秀的综艺，效果也很明显。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个盲人，没人记得这个病，我觉得那个节目不太行，所以今年换了个节目。今年完了，要是还是不行的话，就再换一个节目啊，去新说唱。
我这个形象都不用换的啊。罕见病啊，之前还去参加过一个会，叫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。你听这个名字啊，又高端又惨，什么怪病都有，罕见病巅峰对决，有各种各样的，有拄着拐进来的，还有轮椅摇进来的啊。有个大哥最夸张，轮椅都坐不住，还专门有个人扶着。我心想，大哥都这样了，要不然就别来开会了吧？那就是我见过最爱开会的人。我说你要不老这么跑到处开会，会不会都已经好了都？我给你推荐个软件，叫爱奇艺会议。我这个病显得就有点太轻了，你们理解吗？脱口秀还能比个2轮，那个大会海选就淘汰了。别人过来安慰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接。有个大哥说：“你啊，你就是，哦，看不见啊，骑马没有生命危险。”我说这个怎么接呢？啊，有个大姐说她可不能骑马，她骑马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我说谐音梗就能接，原来。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可以开玩笑，那个地方应该是中国，地域笑话浓度最高的地方。地狱到什么程度呢？但凡有个笑话我没憋住，我觉得这个眼睛一辈子都不可能治好了。跟大姐聊了2句，发现老乡，啊，我说加个微信吧，保持联系，过年回家请你吃饭。大姐说你现在就请，到过年不一定还能看到我。我说不好意思，不知道这么严重。大姐说不是，我是怕你那个太严重了，是吧？就在那个地方，我这个病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啊。但在生活中就受到了很多这种格外的重视。去年有一回，在重庆坐飞机，送我去大哥，开错航站楼了。他也不瞎啊，他就是脑子不太行。那开着车，你跟他聊2句的，就错过一个路口。到那时候发现错了，我说完了，肯定赶不上了。大哥还安慰我：“你放心，我们重庆有小飞侠，可以直接把迟到的乘客一直送到登机口。”我说就20分钟了，还得开过去，一会儿还得安检。小飞这回得来个小叮当才能赶上。掏出任意门一开，哇，直接进机舱了。大哥说：“你都有任意门了，你另头开在上海不就完了？”又错过一个路口。我说：“你要是个哑巴，这会儿我已经到上海了。”到那登机口的时候只剩5分钟了，然后到那柜台值机柜台只剩5分钟了，工作人员很生气，说怎么这会儿才来，现在来肯定赶不上了呀。我刚想解释，大哥说他是个盲人，那工作人员一下就紧张了。你们见过人死机吗？不是那种卡住不动的死机，是中毒了疯狂弹窗那种死机。啊，盲人，你就知道他应该有一条标准的流程，但是他没怎么用过。开始在那抓耳挠腮，想说我这个腮去哪儿了呢？我想了半天，抄起电话打电话，那个登机口来个人，这里有个盲人，赶紧接过去，咔就挂了。他咔那么一下，我就知道老子成功登机。后来把这个事情讲给朋友听啊，朋友说：“那你这不算是钻空子吗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不钻呢？空子不就在那儿吗？就。”你是没看见吗？再说我也不钻空子，我这不掉空子里了吗？还有一次也是类似这种情况，还是在机场安检排队，人太多了，我挑了半天，挑了个最少的队啊，排过去。有工作人员先生，对不起，这里是老弱病残通道。我心想，那不就是我的通道？我还打正着，哇！我说我是个盲人，他愣住了，我知道他大概死机了。他愣了得一秒多钟，他说：“盲，那你把你那个登机牌给我看一下。”我心想，不是应该看我的残疾证吗？没有怀疑我的视力，怀疑我的消费能力。查登机牌干嘛？坐飞机还能逃票呢，还能排上了。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走老弱病残通道，那天学会一个道理：为什么老弱病残专门要一个通道？因为他们真的太慢了。我以为钻了个空子，结果被空子硬空了20分钟。
所以最后啊，呼吁残障的朋友们多出门，不要因为1、2次麻烦就害怕就放弃了，要多出门。你多出门，多给他们添麻烦，他们才能少死机。我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说谢谢。钱。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登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啊。我选这个有点疯癫了。因为我就是最看不穿的那个，主要是靠听来获取资讯啊，听得有点疯癫了，啊，因为没法选择，你能理解吗？看的话，你有个眼皮不想看，你闭上；这没有耳皮就闭不起来。什么来了都得听着，是吧？我现在一出门就觉得太吵了，有时候一进商场脑子就炸了。A35 A35 A35， 外婆叫你回家吃饭啦。这是你们听到的，我这个耳朵楼上楼下好几层都能听到，就是 A35 B21， 外婆太23，鱼叫你回家，外婆太2了。全是这些东西，是吧？你耳朵里听了全是垃圾信息之后，你这个脑子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思考的。我就会想，谁家外婆会这么叫呢？给孙子编号，都编到35了。到底生了多少个？生多了确实费劲，要编号，对吧？当年朱元璋要是学会这套，就不用那么费劲了，给后代起名还造字，金木水火土，太费劲了，编号呀。生下来第一个朱 A1， 朱 A2， 朱 A3， 哇，孙子就是朱 B1， 朱 B2， 往后编。到时候什么靖难之役，燕王朱棣攻打朱允炆，那就不是什么那个，就是朱 A4。暴打朱 B1。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，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，郑和站在那个船头说：“朱 B1， 朱 B1， 你四叔叫你回家吃饭啦。”地铁上也很吵，地铁的扶梯有那种感应广播，站上去一个人就播一遍。乘坐扶梯请站稳扶好，注意脚下安全，不要玩手机，文明乘坐电梯，推婴儿车，携带大件行李，行动不便的旅客请走无障碍电梯。你去看吧，大部分人一站上去，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掏手机，起不到任何提醒的作用。推婴儿车的旅客听到这句，你都做到一半了。你说这个妈妈要是100%遵纪守法，她怎么办？她说要不然把车扔掉还是？应该说你傻呀，你拉呀，推不让，拉可以呀。行动不便的旅客瘸着个腿，好不容易走到这儿，说不让坐啊。我觉得他设计的时候根本就考虑到没有人会听的，他觉得没有人会听，他就开始胡说八道，是吧？上海地铁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愚蠢的广播，人民广场共有19个出入口。16号口通往叮咚买菜，谁要去那儿买菜？他不是把菜送到家门口吗？你哪怕说去刘娟美甲美睫沙龙，我还能理解。听出来了吗？已经疯了，根本不在乎上海以外的观众了。我去过好多城市啊，30多个城市坐过地铁。最聒噪的地铁，你们知道在哪儿吗？南京。每到一站，换一批不同的角色，每人出来提醒你一句不同的内容。省中医院提醒你，省知识产权局提醒你，省药监局提醒你，连个野生动物王国还要出来提醒你。最搞笑的就是药监局，省药监局提醒你严格药品监管，守护百姓健康。我说这不是百姓提醒你的话吗？这不是。车门一关上，车刚开出去，前方到站新街口车站，进站时请先下后上，有序乘车。你提醒谁呢？有序先下后上。你提醒等车的人呀。老子都上来了，你叫我先下后。提醒什么呢？提醒一会儿到站了，门一开，如果要先上，你就抽他。
先下后上。你别怂，你就抽他。地铁判官培训班。某某某品牌眼镜提醒你，乘坐地铁请站稳扶好。谁不知道呢？我好不容易找一座，他提醒我站稳扶好。就盲人全神贯注在那听广播，生怕坐过站。他会不会就是只是提醒盲人？他觉得盲人不知道要站稳扶好。他是不是觉得门一关，盲人开始翻跟头了？开始。难怪还有一条禁止乞讨，那一看来也是点我。我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很高兴啊，比到半决赛了，其实已经非常满意了。决不决赛的其实都无所谓啊，大家根据自己喜好投票哈，就是喜欢谁就投给谁，帮他晋级啊。但是投给我呢，还能额外再攒一份功德。投完这一票，你2024年助残 KPI 都完成了。下次在地铁口碰到这要饭的，你就理直气壮，你说去你的！老子给黑灯投过票。屏幕前的也可以参与啊，把黑灯冠军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。2013年啊，去了一趟西藏，啊，当时就觉得视力在逐渐下降，我说要不然趁现在还能看到一点，赶紧去看看，对吧？当时呢，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户外用品店，黄了，啊，把店就关了，分了分，我分到了1万块钱和66双登山鞋。我说就这1万块钱，我就花了它，开心开心，随便花，家里人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了，我都瞎了，我花你们点钱怎么了？冲动嘛，青春就是燃烧一把。背了个包就上火车了，从无锡上的车坐到拉萨，48小时硬座，坐到青海人就不行了，腰要断了。后半段就是硬坐，坐一会儿在凳子上这么跪一会儿在那扭。火车上睡觉还感冒了，下车之后去住宿，一进那个青旅我就知道来对了，符合了你对西藏所有的幻想，什么神秘的雪域高原一模一样，就汇聚了全国的傻缺文艺青年，非要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。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我都震惊了。我说杀人就这么唱也太狂野了。我就跟他们去唱歌喝酒，那老板也很热情，说今天酒我请客，随便喝不要钱。我说这种人都能开店，我的店怎么就开黄了？我喝，哇！我让他知道社会多么险恶。我喝到他起舞弄清影，我喝死在人间吧他。喝酒唱歌搞到凌晨2点多。回去躺到床上就发现不对，发烧了，多少度我是不知道，但脉搏数了140几，要这么烧下去，当天晚上青春就烧完了，吃不消啊，谁能这么燃呢？哇，想办法赶紧爬起来，物理降温，我去洗了个冷水澡，3分钟之后又复燃了，坚持到天亮，赶紧去医院，大夫其实一看差不多就懂了，典型的高反症状，但是他还很谨慎，还详细的问我说你感冒了？我听你声音，我说对的。他说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说昨天晚上10点钟才下火车。他说喝酒了没？我说喝了。他说洗澡？我说也洗过了。他说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？你后悔了是不是？突然不想死了？你要这么玩，那不就自杀吗？那不就是？上高原3大禁忌，千万不能感冒，1星期之内不能喝酒，不能洗澡。我不到4个钟头就干完了。他又给我又是挂盐水又是吸氧气，我那趟总共玩了不到6000块钱，看病这么一下，氧气什么1500，你吸上之后头就不疼了，烧也退下去了。回去之后，青旅的人一天没见到我，说你白天干什么去了？神神秘秘的一个人，我说神什么？我差点死了，搞反了，挂盐水1500，捡回1条命，是吧？他们说贵了，贵了就是我这条命1500都不值，人家自驾撞死一头牦牛赔了8000。他说你不懂，拉萨街上。走几百米就有一个岗亭，里面都备着氧气瓶的，你随便溜达就行。看一岗亭，咔往那地上一躺，没有3秒钟，里面工作人员抱着氧气瓶冲出来，摁在你脸上吸，那个1毛钱都不要。我说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。
还能这么玩，果然是万能青年旅店。住过吗？青旅，上下铺那种，6人间、8人间，对吧？我住了个28人间。28人间什么概念呢？不太像人间了都，住的都是妖魔鬼怪，那种最异的异人。跑到我跟前第一句话，哎，来了。我说他谁呀？他是。后来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打招呼的，哎，来了，怎么来的？你俩怎么来的？2个小姑娘说，我们从成都走过来的。那大哥愣了一下，我就知道了，艺人只有神经病能治。走了3个月，2个小姑娘晒得没有人样了。为了防紫外线嘛，戴个墨镜，最后就2个眼睛是白的。你不看那个照片不仔细，你还以为大熊猫底片吗？这是。一个50多岁大哥说，从云南骑自行车骑到拉萨，28大杠。他为了省点钱，自己带个帐篷，天天在国道旁边扎营。50多岁的人了，中二到什么程度呢？他骑到半路，也不知道听说哪儿地震了，热血一上头，把帐篷捐了。后半段大哥就不露营了，就是露。骑到天黑，把车往旁边停，自己直接躺在地上。我说真仗义，八方有难一方支援。我都心疼大哥，我说躺地上不冷吗？你盖个自行车嘛，你倒是。我在旁边听他们聊，我都不好意思插嘴，因为我毕竟是坐火车去的。后来听到一个大姐，他们还问我说那个，哎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你怎么来的？我说你要问的话呢，我算是跪过来的。他们说这个是信仰的力量。后来是听到一个大姐，她说她是坐飞机过去的，我感觉刚才我还跪在那儿呢，噌一下就站起来了。她把狗也带上了。他说出去玩10几天，把狗关在家里，狗肯定会抑郁的。一个快乐小狗活着要是不快乐，那和做人还有什么区别？打个包把狗托运了过去，同一趟飞机一下来之后，连人带狗一起高反了。我也是那天才知道，哦，狗也会高反。他在机场里面买了个一次性的氧气瓶，就这么人一口狗一口，人一口狗一口啊，勉强保住2条命，一条是狗命。另外一条，不是，就他说那怎么办呢？还是让他抑郁吧。那个快乐小狗活着最重要的还是活着。打个包又把狗寄了回去。你说这狗怎么想？狗说你遛狗呢？你是不是遛狗呢？你我是喜欢出去玩，但你不能这么玩我呀，对吧？一日游机场，无氧皆有氧。听了这么多之后，后半程彻底就骚动了，因为那些普通的旅游项目根本满足不了我了。你们理解这种心情吗？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如果不曾见过这个太阳，就想找刺激玩野的。后来在路边拦车，知道这个手势吗？顺风车啊，停下来，你往上爬就行，也不用问不用给钱，搭到哪算哪啊。但是男生不太好搭，一个男生还能试试看，2个男生听我劝一句，趁早绝了这个念头。往那一站，2个男的拦车，不会有人敢停车的，因为他不太确定，让你俩搭上他的车之后，会不会还得搭上他的车？玩了1个多月，说实话，去之前其实挺 emo 的，也不只是我这个眼睛状况导致的，我觉得可能生活在大城市，当代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焦虑，被那个社会时钟推着往前走。22岁得本科毕业，不弄个研究生，你找什么工作？大学没考上，是不是只能送外卖？考上大学学个哲学，是不是还是送外卖？就永远在焦虑，在比较。但是你去玩一圈之后，你就知道了，什么工作、编制、学历、户口，这些狗屁玩意儿，去你的吧！一路上见到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有工作的，人家玩的可开心了。我觉得高原反应可能就是上了高原才能反应过来。就城市里那些生活是不是每个人的必须选择、唯一选择？不一定。我在那吸氧的时候就在那想，就一边吸氧一边想，就吸氧想，吸氧想，就那想。人家根本就没有工作，玩得这么开心。我说会不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
没有工作呢。一下就想通了，对吧？就心态就彻底放平了，就可以回家接着找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有修电梯这个钱，不把路修平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吧？反正最后一期了嘛，随便说了就，对吧？播也播到现在了，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，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，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。怎么跳出呢？对不对？你给我治好了，我给你跳，好吧？你给我治好了，我给你撑杆跳，好吧？老是盲人视角，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，就。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，大家还是不了解，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平时根本没有注意过啊。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啊，其实就是摆设。给你们举个例子，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纹，有人见过吗？没有。见过的鼓个掌，我看一下有几个。啊，可能不到1/5。你想想看，盲人怎么能摸到它？你们都没见过，盲人要摸到它得多好的眼睛，你想想看。OK， 就算能摸到，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，写的是啥？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，他统计了40几个有地铁的城市，大概分2种。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，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，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？一摸有字，哎呦，小心台阶。可是你没发现台阶，你是摔到那个扶手上，哎呦，小心台阶。你写小心台阶跟写了扶手2个字有什么区别？一摸扶手，一摸铁的。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，就看哪头，这头是向上，这头是向下。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？你往前摸一下呀，向上呀，这是。就没什么用，啊，就是个摆设，给你们看的，能理解吗？你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文点点，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。哦，就拍个照，发个小红书，哇，这个设计师天才，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。发个小红书啊，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啊？点进去啊，瞎子在用。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。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，你改一改，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，没什么人摸到嘛，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，改成吉祥话，摸到了开心一天，你摸恭喜你摸到我了，你最棒，老前途一片光明。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他就会愿意去摸，会给他惊喜，给他欢乐，他会去摸一摸，就摸一下，写的是什么？我在人民广场9号口很想你。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，这个应该都见过，那个也是在地铁里，盲道，这个见过吧？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？没有规律，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。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2排屏蔽门嘛，2条盲道，唰，几百米，不知道要去哪儿，从头铺到尾，你干啥？铺到车头干啥？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啊？还有那种铺到头的给连起来了，盲道闭环了，瞎子在里面能玩1天。你要这么铺，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，知道你不太出门，出来一趟多锻炼。也有动过脑子的，我7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，碰到了一个站台，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下到站台，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，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，你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？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，OK， 让盲人去干啥？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？对不对？忘词了。看不了提词器，让我想一会儿哈。
有计时器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？本来前面有个商务，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哦，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。轮椅去哪 ？OK， 让盲人去干啥？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？对不对？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？聋子、瞎子、瘸子、傻子，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，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。谁给瞎子让座？就轮椅有个座算是。说你们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我不坐了，你坐吧。我虽然一条腿，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。你坐吧，你坐。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，就解决问题。他就这么粗暴，哇，太粗暴。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，你们也接受不了。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，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，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告诉你们了，你想想看啊，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，你们肯定接受不了。看不见的叫盲人，看得见的叫贱人。接受吗，贱人们？接受吗？接受吗？不能这样，你得具体分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，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。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，我说盲道修成这样，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？当时只是开玩笑，回去想了一想，有道理，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，他们是用户呀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对，我们是用户。再修不好，也不能怪别人了，是吧？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11左右，看到一个热搜，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。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，就这么爱吃，路上都是虾滑。脱口秀完蛋了，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，笑成这样。当然，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。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，对吧？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，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。我们弄一个机构，啊，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，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。这名字叫普联，普通人联合会，只招残疾人。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，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，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。是会铺的慢一些，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。修好了你又不走，你着什么急呢你？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，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，招一些聋人，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，让盲人监督他们。这个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，都不会闹矛盾。你想想看哈，架都吵不起来。我可以当着面骂他，我说你是不是聋啊？说了10几遍了还这样。他们会读唇语，我就戴口罩。我说你是不是聋啊？我说10几遍了。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，骂3天3夜，骂到3更半夜，骂出腱鞘炎。盲人心如止水。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，只能比这个手势，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。决赛还是有点紧张，能看出来，对吧？我刚才还担心呢，我说哎呦，都是强手如云，比什么呢？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，我说那就不怕了。什么小鹿小罗，你就往后挪一挪吧，你就。什么富航刘洋凉凉就是。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，你想想看，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，肯定要弄个碑，刻个碑文，就刻盲文。
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，对不对？也考虑到了，所以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二维码。要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，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，应该是能破译了。手机掏出来一扫，滴就2个字：石碑。我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登。很高兴啊，一直比到这一轮啊，还是讲这些东西啊，我也得感谢一下教主。我真的不是要挂他什么的，就是我最早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，其实也写什么租房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段子。然后有一次听了教主的播客，他说我要有这个病，我先写他2个专场，所以我写了好多这个东西啊。而且我觉得也感谢大家吧，大家能听进去，不会烦我。我身份也特殊一些，我以前能看见，现在变成了一个盲人。我感觉我现在就站在那根线上，就一脚跨一边，一个擦边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黑暗、光明沟通2界的使者，一个阴阳人，一个老阴阳人了。接着阴阳哈，其实啊，之前就上过一次综艺，上了之后呢，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，各种奇奇怪怪的，你都想不到。哇，问的最多一条说你能看见留言吗？这是最多的一条。最奇怪一条说你上厕所怎么判断擦干净了没有？你管我怎么判断呢？我自然有我的判断，也没人过来判断一下我的判断呀，对不对？我完全不会觉得冒犯，我很清楚，大家生活中没怎么见过盲人，不可能说你头30年人生没见过，今天第一次碰上一个，你就天然的掌握好这个尺度，边界在哪里，什么话能讲，什么不要，不会的，你没有接触过，没有练习过，不要紧张，没有任何谴责你们的意思，因为沟通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，不光你们不知道，盲人也不知道怎么跟普通人打交道，你想想看，你没有见过盲人，盲人更没有见过你。有8700万残障人士，16个人里面就有1个，有概念吗？上学的时候每个班上得有3个，没见过吧？因为从小就处于一种完全隔绝的状态，在特殊学校、盲校、聋哑学校，还有一些城市的盲校叫启明学校。我能理解你是一种美好的祝愿，但是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对不对？你说我开个肿瘤医院，我敢叫长寿医院吗？所以我觉得大家对盲人的了解可能都没有对恐龙的多。盲到其实吐槽过几次，有个朋友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你骂了好几年了，怎么一直骂他？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，是你自己不会用？你是半路才瞎的，你都没上过启明学校。”他觉得跟着他就能导航去左边去哪，右边去，你没有这个概念吗？你们还在吗？不要这么沉重，说了不会骂你们的，是吧？啊，做不到的很简单，它就2种，一种是条形的，就告诉你直走，放心的往前走，对吧？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放心的往前走，只要磕过一次，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放心的往前走。还有一种是点点，点点知道是什么吗？停。有很多朋友说是拐弯，不是的，就是停，有可能会拐弯，有可能会下楼梯，或者会出来个车撞死你，什么不知道。你踩到点点就小心哦，大概什么情况？你算一算是什么？你不是会算吗？对吧？我觉得盲道唯一还能有点用的，可能就是教育作用了，跟恐龙化石起到一样的原理，就教小朋友来，这是给盲人走的道，虽然你没有见过，但是证明存在。小朋友说为什么没见过？你不着急，你到爸爸这个岁数，腰椎间盘突出，你去按摩就见到了，全是。前2天有个新闻，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？就是马斯克那个脑机接口的公司开发了一个芯片，就连到大脑上就可以让盲人恢复视力。有看到过这个那个吗？有。啊，估计能弄出来，让过个10几年之后，没准实现了之后，所有的盲人都被治愈了，也算是消灭了盲人吧。但到那个时候，我觉得现在遭受的苦难啊，什么做的这些事情都会被忘掉的，因为我对人性的非常了解，就是
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，你都灭绝了，不会有人再说你好话的。你想想看，恐龙灭绝了，现在说什么？说恐龙脑容量小。我太了解普通人了 ，AKA 贱人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啊，要记住这一切的话，可能还是得参考恐龙，像恐龙乐园一样，我们也盖一个盲人主题乐园。啊，你不要忘记历史，同时享受快乐。进来先把眼罩扣上。没有见过导盲犬吧？来，旋转木狗给你安排。VR 电影去过迪士尼吗？飞越地平线，禁忌之旅就那个一模一样，我们也会有主题换一下，海伦凯勒的一天。一天不过瘾 Pro 版，假如失去3天光明。随便玩，花车巡游，连花都不要，瞎车巡游。一直玩到天黑，最后一个项目大家都知道，那个砰砰，烟花，传说烟花升到最高点绽放的一瞬间，和你的爱人亲吻拥抱，就能获得永恒的爱情。没有人能在盲人院获得永恒的爱情，没有人能找到最高点。听见声音再亲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说了这么多，我一整季说的所有东西，短时间之内都很难改变，但是了解是改变的前提嘛，所以感谢脱口秀，让看得见的朋友们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见的东西，也让我也挣到一些钱吧，以后真的能用上，就花钱能治，对吧？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觉得不光对你，还是对我，脱口秀都算是一种起名艺术了。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脱口秀，谢谢脱口秀的观众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登。比了好几轮了，很多演员都说特别羡慕我身上这种松弛感，还跑过来问我说你怎么做到的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。啊，我说我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。他说懂了，目中无人。我最放松的一次啊，就是最目中无人的一回，是在一个天桥上，踢了个乞丐的碗，完全没看见，过去咣当一脚，我俩都沉默了。他是没有料到什么人这么横。城管都不敢这样。我为化解尴尬，我赶紧跟他解释，我说那个，可能看不出来啊，是个盲人啊。他紧张了，他对不起，那我走。其实看不清呢有好处，就是减少了一些社交压力啊，经常后台聊天啊，不太熟都啊，说什么谁文本好，谁表演好，我就不聊，我看不上表演好的，完全看不上。演了4轮了，付航演的啥？完全不知道。以前还有人给我解说呢，坐我旁边，现在干了个啥？刚才把我一个人留在上面，对吧？后来我就这么剪，我说你怎么剪的？我啥也不知道。聊八卦还后台，所有人都好奇，他说这个人是谁？只有我在好奇说话这个人他是谁。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太熟的演员聊了得有2分钟，才发现他是庞博。声音也听不太出来，不太熟嘛，我就只能套他的话，获取一些线索，跟玩狼人杀一样。我觉得每一个不太熟的局都应该有一个狼人杀那样的主持人 Q 流程。天黑请闭嘴，庞博请张嘴。但是其实认不出来人还问题不大，就是尴尬嘛，说错话而已啊。话可以乱说，但是东西不能乱吃。有一次后台点外卖。我刚好接了个电话，我说你们不用等我，每样给我留点就行。回来之后都吃完了，我说那自己来吧，每个长点啊，鱼香肉丝啊，宫保鸡丁，麻辣烟头。我完全理解他们，是吧？因为普通人很难想象，盲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，就跟我一样，我也很难想象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，就跟开盲盒一样。印象最深刻一次盲盒是在一个酒店一个自助早餐，多功能饮料机，你们见过没有？好多按钮，看不清吧？随便来一个，4个牛奶、咖啡、豆浆，我偏偏精准地按中了清洁。有人喝过清洁吗？寡淡。所以很多年前看钢铁侠的时候，我就很羡慕，我说哪一天科技进步了，我也能拥有一个那个 Jarvis。
对吧？就把我这个眼镜一戴上，我眼前看见什么东西，你一五一十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后来听说罗老师还清了债，去干 AR 眼镜，我知道我那个等的眼镜应该是完了。开玩笑的，罗老师，加油啊！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啊。人人都是产品经理，盲人也可以。在老师那个高科技眼镜出来之前呢，现在主要靠手机解决所有看不清的问题。用手机上有个软件叫屏幕朗读，用听的，我耳朵很好，大概是4倍速。知道你们没有概念啊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，就是非常快，很难有人听出来啊。打个赌吧，谁听出来？我不是针对谁在做的，各位都是垃圾。有人听出来吗？再来一遍 ，OK， 好，慢，给他放一遍慢的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是针对谁在做的，各位都是垃圾。这个技巧叫目中无人，非常快啊！但是这么快的速度，你们能想象吗？有时候效率会非常的低。你见过评论区发哈哈哈，发一屏幕那种？手机到这儿就疯了。连续哈5分钟，他不喘气。你知道这么发的人脑子确实不太正常。你复制粘贴啊，他就手工敲打和啊哈哈，一屏幕哈哈哈哈，中间有一个啊。评论也不能刷太多，我有一阵沉迷刷评论，看看网友怎么夸我的，就搜黑灯，搜了一阵，搜几天就不搜了，因为搜出来最多的是千万不要黑灯玩手机会瞎。其实啊，很多有这种辅助功能，其实虽然每一样都还不太完善，但是配合在一起，盲人做的事情还挺多的，有很多工作可以做。我有一次面试，我跟那个 HR 说视力不太好，放大了那个可以，他说那把公司最大的显示器给你，然后就去了那个公司。北京有个798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公司好几面沿街的那种落地窗，游客都能进来参观。所有同事14寸笔记本，就我一个人27寸 iMac。那些游客一看就明白了，爆炸头啊，设计总监，特别怕光啊，别说这种射灯了，Word 文档一打开一片白，那个都受不了。我把颜色调反过来，黑底白字，我在那写文章啊。一个设计总监，什么总监？程序员你认不出来吗？那不是在敲代码的吗？代码挺厉害，汉字。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